在这个巨大的古墓里，一共埋葬了15000多件随葬品，除了乐器、兵器和礼器外，还有许多生活用品，其中青铜器具就有10吨重。文物中有9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，许多精品在湖北省博物馆中展出。编钟的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 C 大调，音域跨越从远古时代起，中国人就对音乐有着特别的热爱，很多关于音乐的传奇在民间代代流传。在今天的武汉市，就有这样一座古琴台。相传有一个叫伯牙的音乐家，擅长演奏琴，但是没有人能听懂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这里遇见了一个叫钟子期的樵夫。钟子期完全理解了他的音乐。子期去世后，悲痛的伯牙在子期墓前把琴摔坏，从此不再弹琴。在古代中国，琴是高雅生活的象征。据说3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风靡弹琴，而这把2000多岁高龄的古琴就出土于曾侯乙墓。实际上，曾侯乙一共给我们留下了125件古代乐器。这套乐器是在编钟旁边被发现的，它叫边磬，用特殊的石头做成，声音清脆悠扬，格外动听。编钟和边磬一道，组成了乐队的核心。由于古中国人把青铜称为金，所以两样乐器合称金石之声。
这种生意显现出一片平和与宁静，但是墓穴的北室打破了一切。这里是曾侯乙的仓库，里面放置了大量的兵器，很多兵器上都刻有奇怪的古文字，而且错了金。出土时仍然发出闪闪的光芒。这件叫带毛车位的物品，头是尖的，很像矛，但实际上是战车的部件。作战时，它被安在战车的轴头上，一方面巩固战车的车轴，另一方面用来杀伤靠近战车的敌军。这批箭卒出土时仍然异常锋利，可以轻易地割裂一叠信纸。兵器是曾侯乙墓出土最多的物品，酷爱音乐的曾侯乙一定也十分善于征战。他从他这个墓葬里面出土的15000多文物啊，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兵器，兵器种类有很多，有长杆的兵器，是吧？刺杀的，有这个短兵器，有射远的兵器，而且还有这个他的很多车。所以从这许多的情况来看呢，可以说呢，曾侯乙啊是一位善于车战的军事指挥家。根据文献考证和碳14测定，可以推定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在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。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，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，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战国。各个诸侯国为争夺地盘、扩充势力，混战不休。叱咤风云的诸侯王和落拓不羁的英雄是这部戏剧的主角。那么当年的曾侯乙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？谁？地下的王侯。就在出土编钟的钟室里，人们发现了曾侯乙的威严。钟室象征着曾侯乙的客厅，西面和南面放置着编钟，紧靠着南面墙壁的是盛大的筵席，各种代表礼仪的石器整齐地排列着。考古学家头一次看到保存这么好的场面。在庄重的器皿中，有一套被称为9鼎8簋。出土时在鼎中还保留着牛、羊、鸡的骨头，而簋则是用来装谷物的。它们是祭祀祖先的祭器，
规格很高，只有贵族才能使用。仅仅凭着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确信，曾国曾经拥有相当的实力。但是这个结果却让人们感到十分的困惑。到目前为止，在湖北的随州、枣阳、金山和河南的南阳等地出土了大量的曾国青带有曾国铭文的青铜器，特别是曾侯乙墓的出土，表明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叫曾的国家。但是文献上只有隋国的记载。多年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出土过一件有关隋的文物。隋国存在过吗？它和曾国是什么关系？不少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，曾国和隋国其实是同一个国家。史书虽然没有记载曾国的历史，但墓中出土的2堆竹简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。竹简是一份随葬物品的清单，上面留下了参加下葬仪式的来宾以及馈赠车马兵器的详实记录。送礼的除了曾国的人之外，主要就是楚国的王、太子和大臣。而在出土的编钟中，就有楚王赠送的一个钟。上面的文字说，楚王在位56年时，做了一个祭祀用的钟，赠送给曾侯乙。这些证据说明，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根据史书记载，楚国曾经成为各诸侯国的霸主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它是中国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。在楚国长达800年的历史当中，曾经灭掉过60多个小的诸侯国。曾国从春秋中期就开始沦为楚国的附庸国，但是一直到战国中期以后才被楚国灭掉。其中很重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曾国曾经救过楚王。公元前506年吴师录影的时候，楚昭王逃到曾国，那么曾国救驾有功，所以曾国被楚国保存了下来。所有的推测都不能完全确定曾国的历史和曾侯乙的身世，人们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。实际上，就在雷古墩附近，已经探测到76座战国时期的古墓，可能是曾国的贵族和平民的墓地。而神秘的雷古墩也被怀疑是规模宏大的墓葬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能发现古国更多的秘密。即使存在很多谜团，曾侯乙墓给人们带来的惊喜已经远远超出当初的预计。在这个巨大的古墓里，一共埋葬了15000多件随葬品，除了乐器、兵器和礼器外，还有许多生活用品，其中青铜器具就有10吨重。文物中有9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。许多精品在湖北省博物馆中展出。漆器是古代中国人的发明，他们用木块或木板做成刑具，然后在外面涂漆。漆器不仅轻便实用，而且色彩艳丽，至今仍是很受欢迎的工艺品。2000多年前，工匠们就在漆器上体现了精妙的心思。这套漆器是野餐时的食具，里面能装下盒子、罐子和勺等用品。出土时，盒子里还残存着果核。曾侯乙墓中的134件青铜礼器和用具，大部分被摆在中室。
它们象征着权势和奢华。这2个大尊佛是酒缸，虽然样子朴素，但很实用。2个酒缸都超过1.2米高，一共重600多公斤，据说能盛下400多公斤的酒。这2个大壶也是用来装酒的。让人惊讶的是，2个一共重200多公斤的酒壶被放在一块叫金的青铜板上，所有的重量都由底下4个小小的兽足支撑。这种连金大壶如今只出土过4件，被视为罕见的珍宝。还有一对铜剑否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。铜剑否由2个部分组成，外面的叫剑，里面的叫否。在剑否之间留着空隙，是用来放冰块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套用来冰镇酒的器具。有人戏称它是中国古代的冰箱。曾几何时，一个小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的格局，从冰天雪地的中国东北到终年酷暑的东南亚丛林，文明与野蛮之间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上演生死搏杀，国家与个人的命运，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交织在炙热的战火中。敬请收看《华夏传奇》大型系列节目《沸腾的海洋》。这件物品其实是一种乐器剑鼓的底座，出土时剑鼓已经朽烂。这个圆孔就是当年用来固定剑鼓的。你整体上看，它就像一团火一样的，在燃烧的那种感觉。你走近看呢，它就是很多的那些龙头龙尾向四周散发，啊。那么我看来，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具有独立性的一个雕塑艺术品。尽管它是剑鼓，是一个鼓的基座，但我看到它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雕塑作品。这个剑鼓座由大大小小的龙纠结在一起构成，大龙身上还攀附着很多小龙。由于结构的繁复和精妙，直到今天
今天的人来说也有着相当的难度。编钟表现出来的青铜铸造技艺也让人们惊叹。研究人员发现，所有编钟都是用复合陶范铸成的。以最复杂的中层永钟为例，整个柱形由上百块陶范和泥芯组成，一次浇铸成型。作为编钟来说呢，为了达到它的音高的准确跟音色的完美，所以它的锡的比例是非常控制非常严格的。那根据我们对它进行分析研究呢，它的锡的含量控制在12%到14%之间，一般是13%左右。那么它能达到最完美的音高跟音色，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严格。那么跟现代工业的产品，它的比例呢，这么严格要求是接近的。第一套编钟的复制前后一共花去了7年时间，经过许多次尝试，最终达到了和原件乱真的程度。但是祖先的有些秘密，我们费尽心思也未必能弄明白。在曾侯乙的卧室里发现了许多这样的东西，看起来很像弹簧，但是检测的结果表明，这些金属质地很软，不具有弹性。金属圈被规则地缠绕在原木柱上，又很像现代的电线圈。它们究竟有什么用途，至今仍旧是个谜。这是在东市出土的一个衣箱，这些古老神秘的图案让很多人着迷。据说，圆拱形的衣箱盖子象征着天空，而矩形的箱底则象征大地。箱盖上描绘的就是古人对宇宙的认识。中间的斗字代表北斗七星，围绕着斗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着28个奇怪的名字，它们被称为28星宿。28星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大创造。它依据月亮每28天运行一周的规律，以恒星作为参照，将地球赤道上方的天空划分为28个不等的部分，每个部分作为一宿，从而确定岁时季节，编制历法，指导农业生产。然而，在衣箱上精心绘制星宿图，并不一定只是天文学意义上的，可能还有别的更深的含义。就在星宿图的两端，还画着2种怪兽，它们是什么呢？把这个天球分成东西南北4方，然后呢，用一些动物什么东西来标志它，用颜色来标志它，是不是？东方是青龙，西方是白虎，南方是朱雀北方是玄武，这不是青白蓝红黑都有了吗？原来这2个怪兽叫青龙和白虎，分别代表东方和西方。而在箱身的一面也画着鸟形的怪兽，有人认为这就是代表南方的朱雀。可是箱身的另一面却涂满黑漆，并没有代表北方的玄武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答案的关键其实还在星宿图中，在其中的一宿下面，清晰地写着几个古文字：甲寅3日。根据历法推算，所谓的甲寅3日，就是指公元前433年农历的5月初3。有专家认为，在那一天的黄昏，北方七宿隐没在地平线下，是看不见的。衣箱的秘密揭开了，原来它是
感激的是，因为对生命和音乐的无限眷恋，他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珍奇的瑰宝，以及回响不绝的远古的乐。